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许多上班族会自嘲为社畜，作为社畜文化发源地的日本，近期流行起新名词打工畜，指的是人们明明兼职打工，却得负担超长的工时，其中不少是抛弃学业跟娱乐的学生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现象。打工畜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2004年，当时网络上也有人借此形容自己打工的辛酸。虽然有学生放弃学业，全力打工不算是新鲜事，但近年日本劳动力短缺，让打工畜的话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。像在2023年底，一位名叫玉泰的大三学生接受媒体访问时，他说自己本来在餐厅打工，但工作环境差到极点，领到的时薪只有1000日元。虽然符合政府订定的最低薪资目标值，但玉泰除了服务客人，还要扛起店长的工作，负责管理采购与行销，每次下班后都身心俱疲。之后他决定转往家电量贩店打工，时薪提升到1500日元，但又面临超时工作的问题。在这里，玉泰要从上午9点工作到晚上7点，日工时长达10个小时。除了玉泰以外，日本当前正有为数众多的年轻学生面临类似的情况。一位在广岛念书的女大生，手机行事历上满满都是打工班表。她每周在连锁咖啡店工作6到7天，假日还要到其他餐厅兼差，一天最长工作到16小时。跟玉泰一样，这位女大生赚到的薪水用来支付房租、学费与生活费，但也因此荒废学业，甚至有留级的危险。这些成为打工畜的学生，许多人是迫于无奈，但也有人用作娱乐用途。他们的共同点是牺牲学业、健康与生活。除了年轻族群，也有中年人踏上打工畜的道路。像是日刊 SPA 就采访一位46岁的大叔，他过去10年都在东京的超商打工，领取1120日元的时薪。不过他的原因更加心酸，这位大叔以前在工厂受过霸凌，甚至因此成了简居族。如今在超商虽然辛苦，但至少工作的环境正常不少。跟一般兼职相比，这些打工族面临高工时与爆量的工作天数，因此日本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现象宛如社畜文化的翻版。为何日本会出现社畜文化？根据资深记者井上雄介的分析，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90年代，当时有小说家借此形容上班族的困境。类似的说法还有企业战士与工作中毒等词汇。现象背后的成因，井上认为有2点：终身雇佣制以及应届毕业生录用的风气。过往在日本，多数人毕业后进入职场，会倾向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。虽然这套制度能带给社员一定的安心感，但也因为跳槽不易，面对公司压榨时，常选择往肚里吞，超时工作、性骚扰或职权骚扰等乱象百出。2017年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的白皮书，内容提到2016年的日本有1978人因为工作问题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件事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的讨论，质疑官方明明定有劳动基准法，为何却没能改善劳工的处境。除了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，加上业主不愿增添人力，还有2个因素导致日本员工需要超时工作。第一是劳基法规定，每周的工时不能超过40小时，每天上班最多8小时。不过法规中有一项36协定，只要劳资双方同意，就能打开加班的大门。原则上，每月加班上限是45小时，法规看似明确，但问题是在2018年前，这项规定是以告示的方式存在，缺乏法律的约束力。结果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跟员工签订加班协定。2017年的官方调查更显示，高达60%企业违反劳基法。第二项因素则是日本企业独特的定额加班费制度，也就是月薪内包含一定时数的加班费用，员工就算没有加班到约定时数，也能领取足额的加班费，但假如工时超过上限，却也没办法多领钱。这套制度提高企业核算人力成本的便利程度，也确保员工能拿到加班费用，但在部分业主眼中，这就成了压榨劳工的工具，像是把工时拉高到上限以上，却只付出固定的加班费，或是要求员工先打卡下班，再回到座位继续加班，或甚至把工作带回家中进行。过往的日本劳工因为不想轻易换工作，被迫接受资方不平等的对待。不过这个情况逐渐发生变化。2017年东京地铁运输数据显示，晚上9点以后的乘客人数首度出现年减的现象，同时5点到8点的乘客数量则持续上升，可以推论上班族将回家的时间往前推移。2019年，日本政府正式把加班规定写入法条，并定出明确的处罚机制，同时加强稽核那些采用定额加班费的公司。因此有不少企业将固定加班费用转为实报实销制。统计数据显示，
从2012到2019年，日本人的平均加班时间减半。有人力资源机构在2023年公布调查，15000名受访职员中，2022年的平均每月加班时间为22小时，低过官方的加班上限。在政府大力推动之下，日本的企业文化近年获得大幅的改善，但仍有黑心企业藏身民间。东京有企管公司在2024年公布一项调查，对象是全国范围20到59岁的企业员工，结果有将近40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或目前受雇于黑心企业，有40%的受访者正在进行长时间工作，还在忍受无偿加班。按理来说，员工受到不平等的对待，可以轻易选择离职，但碍于经济因素，有60%的受访者坦言他们会接受公司的非法待遇。就在日本企业面临重大变革的同时，兼职劳力市场也发生变化。专家认为，打工处现象的背后是日本缺工的现实。该国在少子与高龄化的影响下，老早就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隐忧，到了疫情后复苏阶段，更引爆企业缺工的窘境。根据调查公司帝国征信统计，2022年日企因为人手短缺导致破产的家数年增率高达6%，而且有多达50%的企业缺少正式员工，30%缺乏兼职人手。至于其中的重灾区，则是运输与服务等行业。2023年帝国征信调查发现，有80%的餐厅欠缺短期员工。青叶商科大学助理教授常见阳平进一步指出，打工处现象有2个成因。首先是日本的业主高度仰赖薪资较低的兼职劳工，长期以来藉由压低人力成本满足市场对低价的需求，但在缺工的大背景下，业主只能加重既有打工族的工作量，甚至为了让他们愿意留下来工作，一改原先严厉的职场环境，祭出各种温柔话术，像是积极赞美员工，或是对他们表明有客户对他们的服务相当满意，让员工有更高的使命感，愿意为老板卖命。不过对于年轻打工族来说，当前劳动力市场属于卖方市场，根本不怕找不到工作，因此只要业主太过黑心，他们立刻会跳槽到其他店家。高流动率加大产业缺工的严峻程度，广岛经济大学学者也指出，虽然学生打工的现象一直都在，但人手不足导致店家对兼职人员更加依赖。第二项因素则是学生的原生家庭在财务上的两极分化。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大约从2021年开始上扬，但并非每个家庭的收入都跟着增加，造成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如果没有打工就无法维持生活。有不少人为了增加社会历练，或是自认在家庭与学校都没有归属感，转而进入社会兑现自己的劳力价值，以此寻求认同。总结来说，日本流行打工处背后是社畜文化的变体，也是当代大缺工的缩影。如果聚焦到打工族本身，靠着自己的力量努力维系生活，如果抓好工作与学业之间的平衡，便也是相当珍贵的人生体验。好了，这集的重社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